人文教育关注的是一个人生命的完整性，他如果有人文学习的眼界，课内的成绩绝对不会差。我不是在乎他们考了多少个4大名校、北大、清华，他是要做一个好人。我是樊阳，从教开始的时候就在思考，到底语文我们要让学生学习什么？一直在做人文公益讲坛，现在已经30多年了。我考上川大中文系，是学校的状元。1991年回到咸阳我的母校，走上讲台，其他的老师都提醒我，你一定要镇住，上去以后不要给他们笑脸。老师们都很厌恶学生插嘴，我觉得他们插嘴挺好的，它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课堂讨论的这个问题之中。我们课堂上的就是非常的活跃。如一博言采之，采采无一，博言有之。那语文课全部是单篇的课文，我就开始进行了课堂上的一些改变，应该把书籍阅读引进。20多年以后，终于大家形成共识了，叫整本书阅读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，就是大家其实不理解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要公益的去教这些孩子。到了新世纪，都是碎片化的这种阅读，沉浸在这个整本书阅读的这样的人呢是越来越少，大家的心态就变得越来越功利，变成育分，不再是育人。我们肯定是反对用传统的这种分数论来画一条线的。我觉得就是学生应该他能够去从文明的源头去学习探究，比如说《诗经》、屈原、陶渊明、古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，以中国文学文化为主，构成中西对照。自己很自豪的是在于我的学生有头脑，会思考，他有创意，他不甘于沉沦。我的利益不是在于这个分数，但是我们的学生他如果有人文学习的这样的一种眼界，课内的成绩绝对不会差。在上海市，我们名列前茅。流放到清朝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，有好几个流放地，其中最有名的、最可怕的流放地就叫做宁古塔。我们学生的知识面非常的广，因为长期的做一些行走呢，对吧？他就是直接去打哪里？就是我们杨浦和鲁迅的这个最后10年生活的地方是非常近的。每到学鲁迅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带学生去走一走，就会有一些体验是只在书斋里面去做学问的人可能是不具备的。从2009年之后，我们走过了25个省，近200个城市，到了杜甫的故居门前呢，有一棵非常大的枣树，同学们一起读：庭前8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一下子就发现，原来少年杜甫和他们想象的忧国忧民、穷愁潦倒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2017年暑假，我们进行了一次寻找西夏丝路探秘行走。这种行走激发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文明的一些探究和思考。当时有4个同学，他们最终也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，都是挺顶级的文科院校和专业去学习，把我们中西文学文化的100讲浓缩以后变成4册出版。人文教育符合教育的本质，关注的是人生命的完整性，而不是一个受压抑的或者是极端功利的这样的一个历程，所以它一定就是有生命力的。